想让沙漠玫瑰秋天再次开花，这几点要做到，不然就会耽误了花期。沙漠玫瑰非常好养，比较耐干旱，在家庭中只要把这5个条件做到，它的花就能够不断的往外冒，到时候就能够持续看它开花了。千万不要做错了，做错了就有可能导致它只长枝条不开花。本来沙漠玫瑰在夏季是开花旺季，有好多花友养的沙漠玫瑰在夏季没有开花，那么到了秋季能不能开花呢？其实在秋季只要5个条件做到，花骨朵就能够冒不停，开花是轻轻松松的。你觉得养护沙漠玫瑰难吗？觉得难的请回复1，觉得不难的请回复0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花花干啥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。今天介绍让沙漠玫瑰秋季再次开花的方法一共有5点。第1点是大大的误区，第2点是开花的关键，所以我强烈建议你看完这期免费的视频，对你的沙漠玫瑰开花一定会有所帮助。1. 不要再修剪枝条。之前花花一直强调，想让沙漠玫瑰长得好需要多修剪。今天我们要说一个矛盾的观点，想要沙漠玫瑰开花的话，需要少修剪。解释少修剪之前，我们先来看看沙漠玫瑰都有哪些修剪方式。1. 摘心。在沙漠玫瑰的幼苗阶段，植株长到10左右的时候，需要对其进行摘心处理，将植株顶部中心的新芽摘除，以此来促进它散发分支，枝条多了，如果长出来的花苞的话，花苞自然多，开花自然多。2. 疏剪。当沙漠玫瑰的分支长到一定数量的时候，需要对它进行疏剪。疏剪的方法很简单，在各个不同的方位留下3至5个健壮的枝条，作为主分支即可。疏剪的目的是让它的枝条分布疏密得当，让株形看起来更加有立体感。立体感有了以后，才能达到满头开花的效果。3. 短节。当沙漠玫瑰的主枝长到一定高度之后，我们还需要对它进行短节，根据植株的生长情况，结合自己的喜好对主分支短节，迫使次级分支发出。当次级分支长到一定高度之后再进行短节，迫使更多的次级分支发出。这样经过大约4次左右，沙漠玫瑰的株形就会非常丰满茂密，开花的时候会又多又整齐。刚才介绍的3种修剪方法确实可以让沙漠玫瑰开花更整齐美丽，但是也需要注意，无论哪种修剪，最主要的还是让枝条变多，整体更丰满茂密。在这个基础上长出来花苞后，开花会非常惊艳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有个大前提，开花就一定要有花苞。那么为什么说不能一直修剪呢？因为一直给它修剪的话，就会造成修剪过度，就会导致它的花芽不会分化。它开花是从枝条顶部去长花苞的，并不是刚刚冒芽就会接着冒花，这是一个特点。如果您不了解一直修剪，必然会导致它光长枝条不开花。所以想要秋季2次开花的话，那么从现在开始要修剪才行。总结，如果你想要一棵株形很好，开花就是满头开爆效果的话，不能急于一时的开花，可以多修剪多。但如果你想马上开花的话，就不能勤修剪。所以任何事情都是过犹不及。花花也建议大家，听取任何人的养护建议都不要断章取义，一定要边摸索边进步，总结出自己的经验和方法。2. 光照时间不少于6个小时。光照其实是决定沙漠玫瑰是否开花最主要的因素，光照不足想要开花就是做梦。沙漠玫瑰是属于强阳性的花卉，我们听名字就能够知道它是属于喜光的植物，它在沙漠中养的话反而会开得更好。所以如果你想要沙漠玫瑰持续不断开花，那么光照时间必须要充足。所谓的光照充足，就是光照时间不能少于6个小时，特别是在夏季的时候，光照时间在8个小时以上的话，那么您不去管它，它都能够开花。现在已经进入秋季，光照变为斜射，能够照射到室内，我们只需要把沙漠玫瑰放到光照充足的环境中，不少于6个小时，它长花苞就会轻轻松松的，到时候就能够彻底的开爆盆，持续开到冬季是没有问题的。3. 浇水不能太频繁。沙漠玫瑰它本身有一个大肚子，能够储存很多水分和养分，它根系也是比较粗的，没有多少毛细根，也是能够储存水分和养分的。在家庭中，如果浇水多了，你用的土壤透气性好，它不会烂根，但是如果长时间的过度浇水，
它的枝条只会旺长，就不会开花了。所以在家庭中养沙漠玫瑰，浇水不能太勤，一般盆土干透再去给它浇水就可以了。即使盆土干透过上几天，你再浇水也不会出问题，适当的控水反而有利于它开花。4. 肥料不能用错。有好多花友养沙漠玫瑰会选择使用高氮的肥料，比如速效氮肥，比如花多多10号，这样都是不可取的。因为用了氮元素含量高的肥料，它会处于长枝条的阶段，根本就不会分化花芽，所以不要用速效氮肥和花多多10号。也有好多花友会选择使用通用的氮磷钾均衡的，这个如果是光照时间在6个小时以上，你可以使用，它不影响开花，只是枝条长得快长得长。如果光照时间非常少的话，用了以后也是会导致不开花的。所以想要沙漠玫瑰开花开得好，一定要选择磷元素含量高的肥料，选择花多多2号就可以了。如果它前期一直没有开花，你可以使用上几次磷酸二氢钾，直到它的花苞冒出来，要开放的时候再去改用磷元素含量高的花多多2号，这样就不会出问题了。施肥的频率保证在1个月1次即可。5. 适当控水。沙漠玫瑰之所以带沙漠2个字，是因为它可以生活在沙漠边缘的干旱地带，所以盆栽的一定要少浇水，它喜欢干燥炎热，而不喜欢湿润凉爽。尤其在花芽没有萌发前，适当控制一下浇水，对花芽分化生长是有利的。等花芽长出以后，水分稍稍充足一些，就能长得大而饱满，开花好看。如果你家的沙漠玫瑰枝条很茂盛，叶子油绿，就是不开花，控水吧，否则可能一直在营养生长阶段，无法过渡到生殖阶段。另外，沙漠玫瑰小苗是不开花的，一般养1年以上，苗大点就能开。如果你的是小苗，就先别急着催花，要先养苗。除此之外，沙漠玫瑰怕冻，如果你所在地方气温已经比较低了，及时将沙漠玫瑰移到室内，防止冻伤。但其实想要让沙漠玫瑰秋季再次开花的话，虽然现在的养护很重要，但更重要的则是上次开花之后的养护。今天介绍一下，希望明年不要错过。上次开花后的养护。正常情况下，沙漠玫瑰1年开2次花，第一次是在每年的4、5月份，第二次是在每年9、10月份。想要9、10月份能开出第2次花的话，在每年4、5月份开出第1波花以后，做好充分的养护。因为第一次开完花之后，也就是大概7月份，它会有一个生长新枝条的阶段，这个时候会冒出来很多的新芽、新枝条，而这些新枝条就是第2次开花的主力军。这些新枝条经过生长、沉淀、营养还原，完全的发育完成，大概到了9月、10月左右，就有可能长出新的花苞，开出新的花。那么怎么样才能把这些枝条养好养壮呢？其实做法也非常简单。首先，我们要先给它使用一些多元素肥料，比如说花多多1号，为它补充氮磷钾，然后让它们的营养沉淀一下，这样到了9月份左右，这些枝条就会变得比较粗壮。等到枝条变粗壮之后，千万要记住，不能再使用高氮的肥料了，因为用了氮元素含量高的肥料会一直促使它长枝条，这样它就不会分化花芽。当然，也有好多花友这个时候会选择使用通用的氮磷钾均衡的肥料，用这种肥料不是说不可以，但一定要保证光照时间在6个小时以上，才能不影响开花。但如果光照时间不足6小时的话，用了以后可能一直就不开花了。但是无论我们怎么折腾，沙漠玫瑰还是没有开花迹象的话，这个时候就可以适当增加几次磷酸二氢钾，直到它的花苞冒出来。你以为长出来花苞就能开花了吗？这就是要说的阻碍开花的另外一个问题，长出来的花苞掉落的问题。沙漠玫瑰掉花苞。养沙漠玫瑰的花友都知道，它喜欢干燥、忌水涝，所以浇水不能太多，否则就容易烂根。但沙漠玫瑰在孕育花苞的时候，还是需要充足的水分供应，否则一旦盆土过干，花苞就容易旱黄干枯，无法开花。要是你的沙漠玫瑰不但掉花苞，叶片发黄或者叶间叶缘干枯，就很可能是根系腐烂了。也许有花友问，为什么沙漠玫瑰根系腐烂了还会长花苞，然后再掉？原因有2个，一个是沙漠玫瑰在长花苞的时候是正常的，长了花苞以后根系腐烂，
花苞不得不脱落。另外一个是沙漠玫瑰因为根系腐烂有了危机感，迫使自己尽快开花，延续生命，但花苞长出以后养活不了，就脱落了。以上就是介绍的关于沙漠玫瑰的养护方法，如果有错误还请多多指摘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的喜欢和支持，本期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